欢迎来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看普京这次访问中国，根本不用去看现场铺了多长的红毯，只要盯着他专机落地之前的这几天，北京到底在暗地里做了什么，底牌就已经全掀开了。你现在打开人民网，翻一翻头条，看一眼新华社，扫一眼版面，再查一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堂堂俄罗斯总统手里捏着核按钮的老大哥要来，连一个重要外宾即将来访的影子你都找不着。中方的正式公告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的？5月16号下午3点整，距离普京落地还剩整整3天。中国外交部官网像扔垃圾一样扔出一份短到不能再短的通稿，正文只有冷冰冰的一句：应邀请，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这一句，2分钟后，新华社发了一条所谓的权威快报，内容还是同一句。3天前，一句话就把普京给打发了。那中方真正开口介绍这次访问是什么时候？是5月18号，距离普京落地不到24小时。外交部一个80后的轮值发言人郭家坤在例会上被记者随便一问，轻飘飘吐出几句安排和期待。这就是中南海连夜给普京搭好的一座政治断头台。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反常还在后面。这次国事访问的接机安排，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仪式、人民大会堂会谈，所有的礼宾细节竟然不是中方先公布的，是普京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莫斯科先放出来的。听懂没有？中方自己的接待规格嫌丢人不想报，非要由俄方代为公布。大家再拿放大镜看看那位80后发言人轻飘飘吐出的口径，里面藏着3把剔骨尖刀。第一刀，第25次到访中国，等于公开向全世界宣判，普京你早就不是稀客了，你现在就是个频频上门化缘的常客。第二刀，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把堂堂一国总统攸关生死的国事访问跟一个最边缘最低端的文化外交工具强行捆绑降级。第三刀，也是最杀人诛心的5个字：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中共管俄罗斯叫什么？全球战略稳定支柱，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现在呢，没有战略，没有无上限，连伙伴都不配叫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实在在。你不信，回头看看2023年10月普京来参加一带一路的时候，那才叫真接待。人民日报头版连续铺版，国新办发白皮书，华春莹亲自出面预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接受专访，定性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那时候普京是习近平大舞台上的台柱子。可到了今天呢，川普5月14号前脚刚走，普京5月19号后脚就来，从最重要的主场外交直接被踩到了轮值发言人例会，一问一答，完全是按对待一个普通第三世界小国元首的标准。冷血冷场。北京为什么敢这么冷处理？因为普京这次不是凯旋来访，他是带着一身火星子来找中南海要血的。就在普京专机起飞前后，俄罗斯本土被打到什么地步？俄方自己说，夜间摧毁了556架无人机，24小时内击落或干扰超过1000架，其中81架直接冲着莫斯科去。Fortune 引用美联社的标题更狠，乌克兰把战争带到了莫斯科，这是对俄罗斯首都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莫斯科周边死了人， Himki 一名妇女在自己家里被炸死， Pogorelki 村2个男人丧命。莫斯科市长说，夜袭造成至少12人受伤，多数就在莫斯科炼油厂入口附近。俄罗斯最大的机场谢列梅捷沃也有无人机残骸落到地面，虽然机场说没有造成损坏，也没有影响航班。听懂没有？这是战争打到莫斯科家门口了。更要命的是前线。4月，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去的地盘比拿下来的还多。AFP 根据 ISW 数据分析说，俄罗斯从3月到4月净失去大约120平方公里。Russia Matters 的战报也算了一遍，4月7日到5月5日，俄军净损失46平方英里。俄军开始倒车了。
乌克兰不只是打机场、打城市，他还在专门打俄国油气血管。Al Jazeera 报道说，乌克兰安全局4月21日袭击了 Transneft Prevolga 泵站，打坏了5个2万吨级原油罐。路透估算，这类打击参与造成俄罗斯总出口能力损失 40%， 并迫使俄罗斯相比2025年底每天减产约50万桶。所以普京这次飞北京是首都圈被炸，前线倒车，油管失血之后来北京讨救命钱的。可就在他最需要输血的时候，北京递给他的不是血袋，是一张清算账本。说到这里，朋友们，咱们先稍微缓一口气。今天讲的是普京和中南海的生死局，但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乱世里最要紧的不是替他们操心，而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守住。所以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江风世界的老朋友，顶尖健康品牌普瑞堂对本期节目的支持。现在下单只要满$500，普瑞堂就免费赠送一份顶级的普瑞堂玄宝黑参。黑参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固本培元，平时单买也不便宜。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去看看。结账时记得用我们的优惠码 JF。还是那句话，咱们绝不当集权绞肉机里的耗材，外面风再大，先把身体养住，健健康康的看那堵红墙怎么塌。好，广告回来。普京这次硬着头皮飞来北京，手里真正死死攥着的是他的救命管子，叫西伯利亚力量2号。它一旦建成，每年最多能把大约50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从亚马尔半岛一路穿过蒙古送进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能源保险，但对普京来说，这是他在彻底失去欧洲市场之后最后一根能往俄罗斯财政部大口大口输血的主动脉。大家看路透社的报道，普京这次的随行代表团里不光有副总理、各部部长，还有各大能源巨头的负责人。当被记者问到西伯利亚力量2号时，克里姆林宫放话说是双边经济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会谈。听懂了吗？普京这次来是带着干瘪的天然气账本来北京要饭要命的。可问题是，这根救命的管子直到今天中南海还没给他真正落锁。有人说不对啊，江峰，2025年9月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是宣布中俄已经给西伯利亚力量2号开了绿灯，还签了什么法律约束性备忘录吗？朋友们，能源合同里最狠的刀子从来不写在红幅标语上，全都藏在底下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条款里。路透社当时就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份备忘录里价格、时间表、谁来出钱建设全都不明确，尤其是最要命的价格还要另外谈，这简直就是要了普京的亲命。价格怎么定？中国一年强制买多少？买不够要不要罚款？过境蒙古的过路费谁掏？全都没定。哥伦比亚大学能源政策中心说得明明白白，这只是一张政治欠条，根本没有定价公式和违约机制。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南海根本不是给普京痛快的砍一刀，而是把这根管子上的每一个阀门都死死捏在了自己手里。这就是大国之间最赤裸裸的抢劫现场，是你普京把欧洲市场全做没了，管道被炸了，现在只能跪着往东卖，最大的买家只剩中国。那在这张谈判桌上，谁是拿着猎枪的猎人，谁是待宰的猎物，还用问吗？普京要的是能立刻回去填补军费窟窿的现金和合同，中南海甩给他的就是要慢慢买，挑着买，压着价买。普京要的是救命血，中南海给他的是一把慢慢拧紧的铁钳子。原则上支持，具体条款慢慢谈。更狠的是，大家以为北京手里只有普京这一个对俄罗斯的接口吗？还记得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吗？就在2025年11月，米舒斯金访问北京，习近平亲自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他。中方通稿满屏都是什么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的合作。路透社当时就点出，俄罗斯是想借米舒斯金来稳住放缓的中俄贸易，这足够说明一切了。北京早就给自己偷偷留好了第二通道。普京是总统，是按核按钮的人，是战争机器的脸面，但
米舒斯金是总理，是算经济账的，是俄罗斯国家机器一旦没有了普京还要继续运转的备用接口。中南海最冷血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嘴上叫着普京老朋友，手上却绝对不会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一个随时可能倒台的疯子身上。你有用，我抱着你；你失血，我压你的价。你要是快倒了，我已经提前跟你的接班人握好了手。所以普京今天满怀期望地踏进北京，他面对的绝不是一张温情脉脉的兄弟饭桌，而是一张极其冰冷的清算桌。他以为自己踩着红毯是来找坚强后盾的，可他根本不知道，在这张红毯下面，中南海已经给他压了3本带血的账册。第一本是4大国企连夜撤出的海运俄油断头账，第二本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死不松口的天然气压价账，第3本是随时准备抛弃他的米舒斯金备用接口账。钳子不一下夹断你，它夹住你的价格，夹住你的合同，夹住你的付款，死死夹住你的后路。这就是中南海深水区里最冰冷的绞肉机，绝不把普京一脚踢下桌，但也绝不让他站直了弹。普京现在最需要的是确定性，而中国偏偏只给他致命的不确定性。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一定会拍着大腿问江峰，既然北京已经把国家队从海运俄油上撤下来了，既然西伯利亚力量2号还在死卡着价格和付款条款，既然连米舒斯金这条俄罗斯的备用接口都提前接上了，那中南海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去铺红毯？为什么还要把普京请到北京来演这出戏？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残酷。因为现在的中南海根本不是一盘棋，那是3只手在同时抢夺同一张牌，这张牌就叫俄罗斯。为了让大家彻底看懂今天这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惊悚剧，最好的历史镜像就在120多年前的北京城。1900年庚子国变，那一年慈禧太后躲在紫禁城里，看着街上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她脑子里盘算的是什么？她想借着义和团这张反洋人的拳头牌，把西方列强吓退，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绝对权力。可结果呢？洋枪大炮一响，神权瞬间灰飞烟灭。但真正最狠的一幕根本不在北京，而在东南。当时掌握着大清国真正经济命脉的封疆大吏们，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他们一看北京的最高层疯了，立刻做出了一个极其冷血的决定：自保。他们绝不跟着慈禧一起对11国开战，绝不让东南的财富跟着紫禁城一起陪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翻译成人话，中央要发疯，地方要保命。朋友们，不要觉得历史很遥远，今天中南海红毯上发生的这一切，味道简直太像了。第一条线是习近平那条线，他仍然死死攥着，根本舍不得扔掉俄罗斯这张牌。原因很简单，只要普京还在位，只要俄罗斯还在前线硬顶着，美国和欧洲就不敢把全部的战略压力全砸在中共身上。普京手里的核按钮，俄罗斯的能源，还有那漫长的北方边境缓冲区，全都是习近平用来向党内证明自己还能稳住大局，东升西降还在继续的政治道具。所以普京必须来，只要普京还坐在北京的谈判桌前，习近平就可以对党内那帮老家伙说，你们看，中美俄这盘大棋最后还得靠我来撑着。可是中南海里的另一条线已经完全不这么想了，这就是第二只手，中国的经济官僚、能源、国企、金融系统和出口系统。他们比谁都清楚，川普刚刚离开北京，华盛顿的2级制裁大棒已经高高举起。这棒子一旦砸下来，砸碎的不是远在莫斯科的普京，而是中国银行、中国航运、中国保险、中国能源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出口企业。所以这帮技术官僚干了一件极其狠辣的事，嘴上不撕破脸，手上先撤国家队。大家看懂4大国企暂停海运俄油的真正逻辑了吗？这不是把俄罗斯一脚踢下桌，
而是把中国最显眼、最容易被美国抓住把柄的国家队从海运俄油这条高压线上强行撤了下来。管道油我还走，地链我还吃，但代表国家脸面的国企先脱身。这就是2026年版的东南互保。这不是南方督抚抗旨，这是经济系统在疯狂避雷，这是在悄悄的，甚至带着祈求的向华盛顿喊话，别把我们和普京那个疯子绑死在一起，我们已经切断了他的输血大动脉，求求你们关税高抬贵手。中南海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坚如磐石，而是极度撕裂。一边要俄罗斯不能输，输了北方屏障就塌了，一边又绝不能让俄罗斯绑架中国，怕二级制裁砸死自己，一边又怕普京在前线急眼了，把战术核弹摆上桌，直接把中国拖进核风暴的中心。这就够复杂了吧？更深的地狱里还有第三只手，那就是以曾庆红为代表的红色家族，也叫做中共的保守派。这帮躲在幕后的政治鳄鱼，他们真想救习近平吗？不。他们真在乎普京的死活吗？更不。他们真关心中国的出口经济吗？毫不关心。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不让胡温路线借着这次向美国妥协的机会，把党内的旧账全部翻出来。因为一旦改革派和技术官僚在这次危机中占据上风，那接下来谁要被清算，谁扶习近平上的位，谁在纵容修宪，谁的钱袋子藏在海外，谁的白手套遍布香港、新加坡，这些带血的账本全都要被重新摆上桌。所以保守派最希望看到的不是习近平赢，也不是技术官僚赢，他们要的是混乱。他们需要这场中俄之间的烂仗继续拖住所有人，需要这场互相撕咬的绞肉机永不停歇，免得火烧到自己身上。普京今天红光满面地踏进北京，他面对的是3把算盘。第一把算盘在习近平手里，俄罗斯牌不能丢，我要用你证明我没出局。第二把算盘在经济系统手里，俄罗斯可以拖着，但中国绝不陪你一起死。第三把算盘在保守派手里，习近平可以受伤，普京可以流血，只要别查我们的旧账就行。普京被活生生地推上了一张分赃桌，桌面上铺着红毯，挂着教育年的横幅，喊着全面战略协作。可桌子底下呢，海运俄油的大单被连夜撤销，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价格被死死卡住，米舒斯金的备用接口早就通上了电。而中南海的3股势力正拿着剔骨尖刀互相递着眼色，就等着在普京身上割肉。红毯是真的，友谊是假的，北京内部的每一派都还想榨干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把剔骨刀挖得够深，剖得够透，请大家千万不要手软，立刻给这条视频点个大大的赞。还没关注的朋友，请点击订阅按钮，并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